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数据配方。该研究基于超过100次严谨的控制消融实验，实验覆盖了完整的 SFT 与 RL 两阶段数据构建，目标在于为 Agent 模型找到最优数据配方。核心思路是通过大量对比实验有效排除干扰，每个实验变量都严格精确控制且结论可靠。研究者反复强调数据质量比数量更重要。这项工作填补了开源智能体数据指南的空白，它将帮助社区彻底摆脱闭源黑盒依赖。当前智能体模型的数据构建仍然是一个黑盒，长达50页的架构论文仅用2段话描述数据，这说明业界对数据配方的细节极度不透明。同时，现有基准测试彼此隔离，路径互不相通。例如，编程基准只测代码，终端基准只测命令行，这种单领域局限严重制约了通用智能体的构建。因此，急需一套可复现的数据配方打破这种僵局。这也是本项研究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。通过100次消融实验，揭示智能体数据最优配方。流水线包含备菜、合成量产、强化学习、调位3阶段。备菜阶段聚焦数据源筛选与初步轨迹生成。合成量产通过重写任务表述突破多样性瓶颈。强化学习调位则进一步提升智能体的决策质量。最终数据集包含10万条高质量指令微调轨迹。该配方在7项智能体基准测试上经过验证，32亿与80亿参数模型验证配方通用性。SFT 数据流水线包含6个严格定义的阶段。第一步是选定数据源，确定任务来源。第二步混合任务，组合不同来源的数据。第三步任务初筛，过滤掉低质量任务。第四步生成轨迹，由导师模型执行任务。第五步轨迹精滤，保留多轮高质量交互。第六步选择导师，决定生成轨迹的模型。每个阶段都是独立可测试变量，便于消融实验。异构数据源各有侧重，代码终端差异明显。例如，该 Smith 在代码任务上达 32.33%， 而终端却只有 6.37%。超级用户数据源终端得分 10.86%。Tezos 数据源在代码得分 16.33%， 终端得分 9.36%， 较为均衡。Issue 任务数据源代码上得 24%， 终端仅 6.74%。混合排名前4，异构数据源综合得分提升 0.49。这证明没有任何单一数据源能覆盖所有任务。异构混合策略是构建通用智能体的基础配方。导师悖论指出，能力最强的模型并非最佳导师。终端测试里 GPT 5.3 仅提升 3.75%， 而 GLM 4.7 达到 8.61%， 更高提升。这说明 SFT 轨迹生成依赖模型的教学风格。过于强大的模型容易跳过必要思考步骤，生成的轨迹因此对学生缺乏解题过程营养。使用 GPT-5 筛选最长响应，额外提升约 3%。选择导师时应关注可迁移的解题过程。恒定算力预算下，研究者对比2种采样方式，随机采样方法共获得约14000条轨迹，只保留至少5轮交互的轨迹仅9800余条，在 SWE Bench 上提升 5.4个百分点，在终端基准测试中提升 3.8个百分点。收益并非来自更多的训练 token，而是因为高质量多轮监督重塑纠错能力，这表明长轨迹对智能体持续纠错能力至关重要。仅对相同任务生成更多轨迹会耗尽多样性。上采样在31600条后准确率增长停滞，而合成增强方法则保持显著上升趋势，这说明扩展任务表述才是数据扩展唯一解。合成增强突破多样性天花板是关键路径。上采样触及天花板之后无法带来有效提升，这一发现为 SFT 数据流水线提供重要指导。保持任务多样性是扩展数据模型核心原则。OpenThoughts Agent V2 数据流水线按既定策略从4个异构源汇聚。SWE 和 Issue 任务通过上采样，数据量分别增至25000条。Super User 源从13000条，经过滤后保留22800条。Tezos 源仅1000条，经11倍合成增强达21000条。所有轨迹由 GLM 4.7 生成，并采用至少5轮对话过滤，最终所有源合并得到10万条高质量 SFT 轨迹。这一流水线验证了前序消融实验的核心结论，它为构建通用智能体模型提供可复制数据配方。强化学习能激发智能体更深层的探索行为。最优 RL 任务需边界清晰且反馈确定，而非复杂系统。
在8种候选环境中 ，PyMethods 2 Test 测试环境表现最为突出，其归一化 Z 分数提升 1.73， 显著领先其他环境。这类环境让模型能清晰判断行动好坏，因此强化学习的数据源选择比 SFT 更具决定性作用。即使 SFT 已很强 ，RL 仍能带来不可替代的行为转变，但需任务难度适中，避免奖励稀疏或过度开放。不同 RL 数据源塑造智能体，不同性格。英雄路线采用 PyMethods 2测试，思考令牌增长 116%， 工具调用增长 31%， 自我纠错行为大幅提升，增幅达到 81%。基线路线使用 Liam Verifier， 这导致智能体急躁，思考令牌数下降 42%， 工具调用数减少 8%， 自我纠错骤降 59%。RL 数据源塑造智能体的思考与行动模式。RL 训练后，模型的思考区块大幅扩张，工具调用与自我纠错变得十分密集，在 Methods 2 Test 路线中表现尤为突出。与训练前相比，思考区块宽度几乎翻倍，工具调用频率和纠错次数均显著增加，而工具错误率仅上升 4.1 个百分点。这说明增多的错误是积极探索的产物，并非模型能力退化或奖励黑客行为。强化学习训练中的探索奖励会面临悬崖风险。积极探索阶段的奖励呈现波动上升趋势，模型在最佳检查点后立即遭遇奖励骤降，坠入过度探索陷阱后奖励仅剩 0.14， 智能体陷入无限沉思并拒绝有效工具调用，模型超时率因此飙升至 80%。 高价值的 RL 训练必须在边界前精准停止，只有摘取最佳检查点才能避免系统崩塌。适度嵌拟合的 SFT 基座才是最佳强化学习容器。空容器及纯基座缺少 Agent 骨架，终端收益仅 1.9%。1万的中度 SFT 提供稳固骨架，同时保留探索空间。10万的强 SFT 已填满容器 ，RL 难以引发新行为范式。过度的 SFT 已使 RL 无法引发新的行为范式转变，这打破了传统的 SFT 越强越好的线性思维。选择适度嵌拟合度对后训练非常关键。最终 SFT 为模型构建骨架，RL 则赋予它智能的灵魂。Open Thinker Agent 32B 在7大基准测试中平均分 44.8%， 表现十分亮眼。这一成绩相比对手的 40.9% 领先明显，差距可观。其中 SWE Bench 验证集得分 54.0%， 这个成绩非常突出且稳定。Terminal Bench 2.0 也取得 26.2% 的显著佳绩，效果令人非常满意。该模型在所有测试中以同等算力击败开源方案，这一优势覆盖代码、终端、工具调用等领域，证明了该数据配方在 32B 尺度上具有强大效果，为开源智能体模型树立了新的性能标杆。8B 模型实验验证了配方的通用扩展性。折线图显示 SFT 曲线明显领先，在10万规模时分数达到 27.4%， 这一成绩显著高于 Nemotron 基准线。叠加 PyMethods to Test RL 训练，得分进一步提升至 27.9%， 成为新标杆。这表明 SFT 与 RL 的叠加效果极佳，配方在 32B 和 8B 上均展现出扩展性。OpenThoughts 开源3大核心资产：10万条 SFT 数据与顶级 RL 训练流，提供支持长序列训练的完整代码与环境底座。同时，开源320亿参数模型与80亿参数模型的全部权重。现在所有实验结果均可由社区完全复现，这项成果标志着智能体研究进入新纪元。该数据配方具备强大扩展性，已获验证。访问官方网址即可获取全部开源资源。这份顶级数字菜谱已完全向社区公开可用。